Anyway， 我们近期也不会再聊娱乐圈了啊，我们把那些是是非非都交给警方。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大家好，我是你的乐乐，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我们号是买不起并不影响我们 BB。没错啊，你没有看错，父老乡亲们，头牌秀场又回来了。是的，那之前做了3期中国时尚顶流史啊，很多人就说啊，我们为什么不说时尚，要说娱乐圈？我想说，大哥你上个网好吗？时尚圈和娱乐圈分得开吗？大哥也许网上的太多了，大哥少上点网吧，好吧，多看我们节目。我们只是想给大家展现啊，时尚圈的不同层面啊，有非常艰深的设计理念，同时也有就是深入群众的娱乐八卦啊，八卦爆款。Anyway， 我们近期也不会再聊娱乐圈了啊，我们把那些是是非非都交给警方，交给网管。从今天起呢，我们依然会选择一个主题，为大家带来4场精彩的秀场解析。本次的主题就是先锋 avant-garde。是的，先锋时尚设计啊，旨在探索时尚的可能性，展现设计师的价值观，表达他们的审美情绪。当然，先锋设计的表现形式也不一定符合每一个人的审美，请大家以包容、理解、欣赏的态度去观看啊，不要一直说不实穿，神经病，这种都能叫时尚，是我不懂了。实话说，你懂不懂，并不是评判一件设计时不时尚的标准。而且有些人真的很奇怪啊，如果时尚设计它量产了，他会说，你看消费主义割韭菜。我耐心的和他解释啊，这些都是秀款，这衣服不卖，他又说啊，设计师不卖，他设计干嘛？你要是这么能杠，你看时尚节目干嘛呢？是不是？你去健身房当一片哑铃多好，物尽其用。当你在想这件衣服实不实穿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这个品牌的客户群了。没错，品牌的目标客户啊，此时应该是在想，我要买这件衣服穿去哪里？当然我们也买不起，但是买不起并不影响我们 BB 啊，让我们秉持着爱与和平，一键3连，大家一起长长见识啊，开开眼界，扩展一下我们的审美。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踊跃的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都可以拉起点关注，你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好了，到这里该走的人应该也已经都走了，留下的应该是真的喜欢时尚的小可爱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来看今天的秀场。今天要给大家来一起看的是哪一场秀呢？就是最近风头正劲的 Schiaparelli， 给大家听一下，就是 original 的原汁原味的意大利读音啊。Schiaparelli， 学废了吗？中文夏帕瑞利的2021到2022的秋冬高定秀场。看完秀场，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品牌啊？老规矩，我们来看看弹幕里面说的都是什么。像石榴姐啊，像灯罩，好奇葩、诡异、普渡慈航，还有人说真的好有郭平那边，我真的不知道捧谁踩谁。那在我们的弹幕里面啊，也做一波统计，听过 Schiaparelli 这个品牌的请扣1，没有听过的请扣0。没有听说过的也没有关系啊，你一定在时尚圈看过致敬他的作品。他大胆的设计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他一度成为30年代最火的设计师，一度力压香奈儿成为最炙手可热的设计师，甚至呢还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没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和大家说 Elsa Schiaparelli 和 Coco Chanel 的爱恨情仇啊，撕逼往事了。我们之后会给大家带来一场 Elsa Schiaparelli 的大师系列啊，我们在这也不挖坑了，大家随便点赞啊，赞多的话我们就往前挪一挪啊，赞少的话就往后挪一挪啊。在这里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最近要填坑了啊！下一个月和下一个月有很多的陨石巨坑会被我们填平。对，因为不说是娱乐圈了，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Elsa Schiaparelli， 她1890年9月10号出生于罗马的一个富裕家庭。哦，是一个90后的处女座白富美。也是没错啊。她家有多富呢？给大家看一下她的家，Palazzo Costini 啊，再给大家看一看他们家的室内装修啊。
这不是一般的白富美，这是放到现在可以泡男明星的白富美。Palazzo Costini 现在已经成为了意大利著名的博物馆了。他的母亲呢是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贵族，父亲呢是罗马大学东方文化学的专家。所以啊，我们的 Schiaparelli 从小就深受巴洛克风格的影响啊，同时呢，对于东方的文化也非常的痴迷。那从小呢 ，Schiaparelli 啊就不被母亲所喜欢。母亲在生完2个姐姐之后啊，希望第3胎是个男孩。但是 Schiaparelli 是一个女孩，而且她不像她前面2个姐姐一样长得特别好看。她母亲觉得她没有那种古希腊那种古典的美感。那长得像我们这样的，是不是会被他母亲直接丢掉？你无法成为他的女儿。那为了变好看呢，小时候的 Schiaparelli 啊，甚至在耳朵啊、鼻孔、喉咙里面塞满花籽和土，希望自己脸上开出鲜花，从而变美。最后呢，被家人发现，不得不送去医院啊，花了7个小时才把鼻孔里面的花籽全部取出来。又可怜又可爱。因为从小缺爱，后来白富美 Schiaparelli 他碰到了一个油嘴滑舌的海王，并且呢义无反顾的和他私奔到纽约。随即为海王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叫 Gogo。幸好是个 girl 啊。那如果是个 boy， 那后面名字就叫 Gogo。那海王丈夫啊，在 Schiaparelli 生下 Gogo 之后不久就消失去找别的女人播种了啊，留下了 Schiaparelli 一人在异国他乡抚养孩子。所以在2021年春夏高定秀场里面啊，现任设计师 Daniel Roseberry 用肌肉外套和哺乳圣母设计来歌颂像 Schiaparelli 一样的单身母亲的坚强和崇高，同时呢，也用这些肌肉服装设计来展现女性不仅仅只有柔美才值得歌颂。我们回到 Schiaparelli 这边，后来呢，他从纽约回到了巴黎，认识了一大群超现实艺术大佬。简单报几个名字啊，比如说有达利啊，有让·古克多，有 Man Ray。后来在当时的著名设计师 Paul Poiret 的鼓励下，开设了自己的服装品牌。1927年，他推出了第一个服装系列，是一款平面的3D 针织衫。是的，就是有一个蝴蝶结的一个花纹在这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见过这样子的设计，一下子引起了巴黎社交圈的轰动。后来呢，他和达利联名过著名的龙虾裙、眼泪裙、柜子裙、骨架裙，和让·古克多联名设计过玫瑰接吻裙，还有他自己设计的高跟鞋帽、龙虾帽、美甲手套。他是第一个把拉链当作设计元素展现出来的设计师，说他是人类服装史上最具有想象力的设计师也不过分。我们之后呢会在大师系列里面详细跟大家展开来说说他的一些著名设计。是的，因为 Elsa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与一众超现实主义大佬的合作，让 Elsa Schiaparelli 成为了超现实主义设计师的开山鼻祖奶奶。祖奶奶啊！在这里呢，也给小可爱们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超现实主义。它是一种现代的西方文艺流派，一战之后盛行于欧洲。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啊，有以下这些人，比如说有达利，有玛格丽特，有毕加索、米罗、Man Ray。代表的元素呢，有钟表、镜子、玫瑰、昆虫。那其中还包含一些人体器官的意象，比如说有眼睛、手和乳房，通常呢代表着梦境和现实、死亡以及强烈的性暗示，是一种艺术家对于战争啊给人类心理造成巨大震动之后的反应。超现实主义主张打破逻辑啊和现实当中的条条框框，展现像梦境一样的世界，制造出让人感到不舒服、不合逻辑的意象。在作品中，通常把日常当中的东西啊变成怪异的生物，探索潜意识和真实世界当中的矛盾。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看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也不能以正常生活的思维来理解。所以我之前一直觉得郑爽是大师啊，超现实主义艺人。大家其实也不需要用正常的逻辑对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啊刨根问底，因为它只要触动了你，就是和你有情感连接啊，你可以有自己的解读。那简单说完 Elsa Schiaparelli 和超现实主义，我们再来说一下品牌的现任设计师，也就是 Daniel Roseberry。他1988年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天主教徒家庭啊，从小玩的一手德扑特别好。性感 Daniel 在线发牌。父亲呢是一名牧师，从小呢宗教对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在他的设计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宗教的元素。那 Daniel 啊，在纽约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毕业之后，2008年在著名设计师 Thom Browne 的手下啊，一连干了10年。2019年入驻 Schiaparelli， 成为 Artistic Director， 至今呢没有维基百科，说明业务能力很棒。怀疑你在暗示某位维基百科有100页的人是吧？某位同样入驻法国时尚屋的美国设计师。
Daniel 从 Elsa Schiaparelli 原先的设计里面啊，提取了很多设计的 fundamental principles， 比如说啊，女性力量啊、幽默感、超现实啊、sex 啊、装饰主义，并加入自己的理解，让高级定制更符合现在时尚语境下的审美。他说 ，If you want to look like a cupcake, go somewhere else。没有说 cupcake 不好的意思，我也蛮喜欢 cupcake 的。就是在他这边没有用甜美的女孩。他还表示啊，尽管 Elsa 给品牌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宝贵的财富，但他不想简单的 copy 啊，而是希望创造出啊符合现代时装语境的超现实主义作品。在他上任的第1季啊，他的设计就迅速抓住了时尚圈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有 Lady Gaga、Beyonce、Kim Kardashian、Cardi B、Michelle Obama 纷纷上身。以上的这些人都不属于时尚圈。你说娱乐圈和时尚圈能分开吗？真的是惊了。前段时间啊，超模 Bella Hadid 在戛纳红毯时穿的那个铁肺晚礼服啊，也是一度横扫全球媒体。对于为何自己的设计如此的抓人眼球 ，Daniel 是这样子说的：他的设计是 jewelry oriented，也就是啊，他的每一个 look 设计的前提是以珠宝为中心的。是的。I knew the scale of jewelry needed to be gigantic, needed to be so huge that it would jump out the screen and just command your attention. How do we make this something that is so visually striking that you come and see it? 简单的翻译一下，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我知道我所运用的珠宝元素一定要是非常的巨大，它们光彩夺目，以至于你无法忽略它们。是的在设计的时候，我时刻思考着怎么样把珠宝部分做得再惊艳、再惊艳一点，让你看过之后就会过目不忘。是的，他说他设计的时候总是想着 cover of magazine， 总是想他这衣服是怎么才可以上到杂志的封面。是的，他的整个理论就是先被看见，再被了解。回到文场秀，本季高定的主题是 Matador 啊，斗牛士啊，结合设计中对女性胸部的描绘啊，设计师想说的是在男性垄断行业中的女性斗牛士，也可泛指一切在男性垄断行业中砥砺前行的女性。她们如同斗牛士一般啊，孤独且高傲的独自面对困难。这季的设计风格啊，靠向斗牛士服饰背后的巴洛克风格，所以啊，比较显眼的是可以看到来自斗牛士服装的灵感和廓形，比如 Look 1、Look 4、Look 12、Look 24啊，以及斗牛犄角的形象在 Look 2、Look 6、Look 9中出现。而斗牛士在斗牛的时候，在风中飘扬起的斗牛布，也可以在 Look 5、Look 7、Look 20、Look 23中看到有很多空间感啊 volume 的设计。当然，这些体积感的设计也是同时在致敬 Elsa Schiaparelli 的经典设计。那这场秀还有更多品牌的经典元素啊，比如说超现实主义里面的眼睛啊 ，Schiaparelli 特别喜欢用的 Lassage 刺绣啊，以及高跟鞋帽子、皮尺、拉链，这些元素散落在本季的各个角落。而在身体上开花的设计也是呼应了 Elsa Schiaparelli 小时候啊，因为长相被母亲嫌弃，从而在脸上种上花籽，希望能在身上开出花的故事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呼应达利在1958年设计的作品啊 Meditative Rose。这让我们想到了冰心说的那句话：成功的花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雪雨。试问这样的品牌，哪一个白手起家 self-made 的女性会没有共鸣，会不爱呢？我披荆斩棘的奋斗到现在，我买的衣服不是为了迎合这个固有的男性的社会审美，我买的衣服是我战斗的盔甲，是我荣誉的勋章。除了这些非常经典的、非常 grand 的设计啊，这其中还有11条来自巴黎二手店的李维斯牛仔裤啊，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今年同样使用牛仔面料的巴黎世家高级定制。而当我们把两个品牌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就产生了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两个品牌都是在历史中看向未来啊，他们有在思考自己要做什么啊，也可以看出两个品牌的性格。巴黎世家带着末世破败感啊，在向下打破高级定制的界限，而夏拉帕利则带着积极乐观主义，在向上拓展高级定制的想象力。两个品牌都在努力的打破已有成规的桎梏。在当今的时尚语境下，何为奢侈？我相信 Damna 和 Daniel 都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打破成规的勇气和敢为人先的想象力。这两点在我们现在的时尚圈或者说整个社会当中都是非常珍贵的。在这两位设计师的眼中啊，高级定制繁复的工艺其实都应该是表达设计师思考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进入了一个炫技炫富的怪圈，这才是高级定制的未来。之前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媒体在讨论高级定制的未来，因为高级定制诞生于18世纪的法国宫廷啊，专门服务于上流阶级的女性。在当时，女性是被男性供养起来的啊，那服装呢，多是把女性打造成男性喜欢的样子。而到了200年后的今天啊，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权益以及女性的收入在大幅的提高，很多女性靠着自己也可以获得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她们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啊，她们的购买力也不容小觑。
但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女性主义的主题啊，在高定秀场上的尝试可谓是举步维艰。我们之前有说过，Givenchy的前任设计师 Claire 试图把女性主义带入高级定制，但是呢，因为作品太过怀旧，最后黯然离场。那迪奥的现任设计师 Maria Grazia Gioli 就逻辑混乱的女性主义，加上无法与之匹配的设计能力，让口号式的女权在高级定制当中显得非常的幼稚和可笑。而本应该站在解放女性第一线的香奈儿，在新设计师 Virginie Viard 上任之后啊，就会让人感觉一直在吃老本。是的，做的设计比上一代设计师 Karl Lagerfeld 还要老气，不仅没有解放到女性，连之前老菲所塑造的贵气都荡然无存。所以啊，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当下非常火热的女性主义是不是注定和高级定制是无法融合的？但是丹尼尔手下的 Schiaparelli 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解决方案。它给死气沉沉的高级定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加上今年丹姆纳手下的 Balenciaga 横空出世啊，虽然两个品牌无法在现有的顾客量上和那些老牌所抗衡，但是高级定制的未来绝对是属于他们的。You're young, in your 30s, you're dynamic, you're very original. Are you the savior of French haute couture? I have no idea. I am young-ish, maybe, and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that you kind of have to believe that you are on some level. 这段采访非常妙啊！当著名记者 Susie Menkes 采访到 Daniel Roseberry 的时候，他问 Are you the savior of French haute couture？我想当 Susie Menkes 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已经表达了时尚圈对于高定未来在哪里的答案。而 Daniel Roseberry 的微笑显然也回答了自己的野心。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和我们一样持续关注 Daniel Roseberry 之后的表现。好啦，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样，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的内容对帮助你看懂奇葩的 Schiaparelli 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一期先锋秀场再见，拜拜，拜拜。